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今天会带大家从零开始认识 Bitget 的一个手机版。那如果说你刚刚接触加密货币打开 Bitget 以后呢，看到首页这么多的按钮，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说你已经注册了账号，但是不知道怎么充值、怎么买币、怎么做现货交易，也分不清现货、合约跟单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应该可以帮到你。那在这里呢，还没有注册 Bitget 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注册 Bitget 并且呢用我的邀请码注册 Bitget， 后期呢有一个手续费的一个优惠相关链接呢，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找到 Bitget 的一个注册链接。今天在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这期视频呢只是平台功能教学不是投资建议。加密货币的波动非常大尤其是合约交易带有杠杆的，不但可能亏损本金，还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强制平仓所以新手朋友呢一定不要急于去交易，或者说去开一些高杠杆的倍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上一期视频呢，小鱼儿刚给大家分享了 Bitget 的一个下载与注册大家可以不知道怎么下载注册，可以去看我的上一期视频，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当你注册成功之后，进来的第一件事情呢，先要去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就像我们开银行卡一样的一定要一人一卡用你的实名认证，后期才可以去进行一个交易当你身份认证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账号的一个安全设置。我们回到首页这里鼠标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小人头，点右上角的这个设置。首先我们可以先把语言给它，这里语言给它把它切换成一个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喜欢哪个语言你就去切换这里我就用简体中文，把语言切换好。接下来点击头像后面的一个箭头直接进来。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身份认证没有认证的朋友就直接去认证，那我这里已经认证过了。好，接下来我们主要看中间这个安全中心。安全中心呢，建议大家至少要设置3项第一项就是一个谷歌验证器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中间这里有个谷歌验证，可以看这儿呢我已经绑定好了，你按照它的流程一步一步去把它绑定就可以了。当你的谷歌验证开启之后呢，后续你登录或修改安全设置或者提币的时候系统它就会提示你要输入一个谷歌验证码。那谷歌验证码呢，通常情况下呢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更新即使别人知道了你的登录密码，没有你的手机和验证码，也很难直接登录或者提走你的资产。那么在你绑定谷歌验证器时呢，会显示一串备份密码这个密码非常重要，一定要离线保存，比如说写在纸上，或者说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截图截图以后它会在手机里面也不要把它发给任何人。第二个呢，一个通行密钥也是在最上方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前面呢也是有一个推荐。那这个通行密钥直接点进来看一下，可以使用手机的人脸识别、指纹或者说设置密码完成这个验证，它可以减少传统密码被钓鱼网站盗取的一个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下面这个防钓鱼码，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防钓鱼码你可以设置一组只有自己知道的文字或者数字设置成功以后呢， Bitget 呢发送给你的官方邮件或者相关页面中会显示这组防钓鱼码。那如果说收到一封来自 Bitget 的邮件，但是里面没有你的防钓鱼码或者显示的内容不正确就不要去点击里面的链接。另外呢，如果你的账户资金比较大的用户呢，还可以开启提币地址白名单这里有个提现地址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提现地址一个白名单。开启以后呢，资产只能提到你提前保存并确认过的地址可以进一步减少误操作的风险。还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任何自称 Bitget 客服的人都不应该向你索要密码、谷歌验证码、短信验证码或者钱包助记词不要安装陌生人发来的远程控制文件，也不要让别人通过远程桌面帮你操作账户这里安全设置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点击上面，我们回到首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Bitget 的首页。那么不同版本的 Bitget APP 呢，它的首页布局可能稍有变化，但是底部通常它下面会有首页、行情、交易、跟单和资产等这几个核心入口。
在首页的最上方呢，这里会有一个搜索框，那上面可以看到有福利中心哈，有理财，有交易机器人。在中间显示的，大家可以看到，在中间这里就是几个热门的币种哈，它的涨幅榜、新币活动啊、理财产品、任务窗口以及平台正在推广的其他产品。作为新朋友呢，刚开始啊，也不需要把所有的按钮都点一遍，真正经常用到的主要是4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点击最下面的一个行情啊，我们这里可以，你在上面可以最顶上这里可以选，比如说选加密货币，或者说啊，最近你在看美股哈，也可以选择股票。那这儿哈没有开始的情况下面，你可以直接点立即开始。好，这里可以看到我点了加密货币哈，这下面几个热榜的一个币种就在上面，比如说 BTC 呀、ETH、Solana 这些哈，都是在排行靠前的。第二个常用的也是这下面的一个交易，这个交易主要是哈，鼠标在最顶上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合约交易、有现货、有杠杆啊，还有链上交易。这个就是用来进行现货、合约、闪兑或者机器人交易。看一下啊，在后面还有一个机器人交易啊，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要交易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你要交易现货，这上面最顶上可以看到 BTC 对 USDT， 你也可以点这个倒三角去切换一个交易对，比如说Solana对 USDT。第三个就是下面的这个跟单，那这个跟单就是用来查看交易员和跟单的产品。第4个它就是资产啊，用来查看我们的余额。你可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看到顶上这里你的余额是多少。还有呢，你可以充值啊，你可以点这个充值进来哈，你可以去充值啊，你也可以提现啊，看一下这里提现，链上提现、内部提现哈，卖币。那么这儿呢，你还可以进行一个资金的一个账户的划转哈，这里划转啊，你要划转到哪个账户？比如说啊，合约账户、现货账户哈。这些你都可以对它上下的进行划转，看一下哈，这下面有 U 本位，有 USD 合约，有 B 本位哈。现货这里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面也是哈，可以点它去进行划转。这里呢，我们就先弄懂哈这4个重要的常用的这几个，基本上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操作。好，第5个部分呢，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充值加密货币。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怎么样去给 Bitget 充值。啊，这里我们同样在资产这里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充值，可以直接点进来，直接点击这里充值。那么这里呢，假设你在其他交易所或者钱包里面有 USDT， 现在想把它转到 Bitget 啊，那这里我们就点这个充值，选择充值加密货币啊，这里直接点这个箭头符号。这里我们用这个 USDT 为例，接下来就是选择充值网络，那么常见的网络啊，这个 TRC20， 还有 ETC20， 还有 BEF20， 啊，这上面这几个是常用的几个网络。那这里也是新手最容易出错的地方。那么 Bitget 的选择的充值网络必须和转出平台选择的提币网络呢完全一致。比如说这里 Bitget 我们选择这个 TRC20， 选择了它啊，那么转出平台呢也必须选这个 TRC20， 不能一边选择 ERC 哈，另外一边选择 TRC。网络选错之后呢，那你的资产可能无法自动到账，或者可能永久丢失。选择好了之后，进来可以看到哈，页面会自动生成一个充值地址和2维码啊，这里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充值地址。回到原来的交易所，比如说 OE， 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的是 OE， 同样我们在这里哈点资产，这儿我们就点提币，点提取数字货币。好，接下来比如说选哪一个币种 USDT， 这儿选地址铺，那么这里选添加收款人，好，这里选链上地址。好，接下来这个时候就是选网络哈，你必须和那边的网络是一致的，这儿是 TRC20， 那这里我们要选 TRC20。好，这个时候你就把地址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啊，就直接去进行一个提币。那刚开始呢，建议大家呢，小额资金成功到账以后呢，再转剩余的资金。有的币种呢，除了充值地址哈，它还会要求你填写 M1、MO 啊、TRG 或者备注码。遇到这种情况呢，地址和
EMO 都必须正确的填写。那转账完成之后呢，需要等待区块链的一个确认哈。不同的网络到账速度不同啊，不要看几分钟没有到账就立马重复转账哈，一定要耐心等待。成功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充值记录里面去查看啊你的到账情况。好，接下来第6部分呢是使用法币来买币。那还有他没有第一次接触的朋友，你没有加密货币，我们回到资产这里，还是点击充值啊，下面有一个购买加密货币，购买加密货币下面有一个 C2C 买币，或者上面这里有个买币卖币这我们直接点击进来。好，它这里会有一些提示教你怎么样在 Bitget 上面进行买币卖币这个你也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这里直接关掉。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出现买入或者卖出，那么我们这里是买入就选买入那么这些入口这我先返回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添加资金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有买币卖币，有 C2C 买币，还有法币定投。那你所看到的这个界面不一定呢和我是一模一样的，有些地区呢它的界面不一样大家以自己看到的页面为准。那这里你下面它有通过银行转账，有通过 C2C 买币，这儿我们就以这个点这个买币卖币这里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是买入在后面它有问你是一次性买入还是定期买入，我们就选一次性买入。那我们要买什么呢？你的法币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民币它就是一个这里我们选择人民币看你来哪个国家这儿我们找到我们的法币币种是人民币，看一下。那么它这儿可以看到它是不支持人民币的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去购买。好，接下来这下面购买的数量你可以输入一下，比如说你买50，这里直接就去点去前往充值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个 C2C 买币也可以进来看一下。这儿我们是购买这里面它会有一些商家，看一下这里呢是自选区，这边是快捷区快捷区就直接输入在我们还是一般在自选区。自选区这里你可以看一下，选一些承担率高承担量大、承担率高的一些它这里有这个可以多少兑换多少。在我们支付方式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支付方式，比如说你也可以用银行卡也可以用Wise它这些付款方式都是支持的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用Wise去点确定。好，额度呢你要买多少？比如说我要买1000这要买100。好，接下来它这里有你就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个法定投银行转账这些其实我们不常用，更多的可能就是用这个 C2C 买币。当你用你的法币去把它买成 USDT 之后，接下来呢我们才可以去进行交易接下来第7步呢，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资产账户。当你买了 USDT 以后呢，我们点击右下角进入这个资产账户。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顶上这里有个总览有现货有合约这儿 Get 的账户呢，它会把它分成一个资金账户现货账户、合约账户，还有杠杆还有一个理财。资金账户呢主要是用于第二批或者收付款或者部分资金操作。现货账户呢主要是用来交易现货合约账户呢就是用来交易合约。如果说你的 USDT 在这个资金账户里面但是你又想购买比特币现货那么你就需要这里有一个划转你就需要把你的 USDT 从这个现货账户里面呢把它划转到你要去交易的一个账户里面去这里划转成功之后你才可以交易比如说这里我从现货把它划转到 USDT 里面这里面数量比如说我输入个10就这里直接点击划转，可以看到划转成功。那么这个时候进来就可以看到，那我这个合约账户里面它是有10 USDT。那还有一个点那这里呢我们回到总览这里，大家看到如果说你的账户呢已经升级为统一交易账户，现货、合约、保证金可能会使用一个统一的一个资金池页面上就不一定需要频繁的划转顶上这里有个升级至统一账户，那这儿我没有升级所以就到哪个账户就去划转一下大家看一下你的页面和我的有的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可能只是账户的模式不同。接下来第8步呢，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现货交易这个也是最适合新手理解的现货交易。我们点击底下的交易，好，顶上这里我们选择现货。
现货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使用你自己账户的资金呢，直接去购买加密货币。例如我们要用这个顶上这里可以看到选一个交易对我要用我的 USDT 去购买以太坊交易对，这里你可以自己选。那比如说这里数量你也可以选我要去买这个以太坊。你要是想要限价单还是市价单？限价单呢，你自己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现在是1941，我想等到1800的时候买进，那么你就可以把这里价格给它改成1800当你这里买了之后，买入之后，你的账户里面你用10U 去买，那你的账户里面就会减少10USDT同时呢，它会增加到ETH 这个里面交易对就在这里面去选你想要交易什么这里都有合约的。我们现在是新手就从现货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这里就是一个交易界面在右边这边在这边它当前的一个价格它会随时都会变动这儿可以查看价格的一个走势旁边是订单博弈，当前市场上的买单和卖单。那下方就是下单区域，当你下完单之后呢，你就在这个下面这里在下面这里可以看到新手常用的，刚才给大家讲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一个是市价单，一个是限价单。市价单呢，它就是按照当前市场的价格直接快速的买入或者卖出。那它的优点就是与它的成交的速度快那么缺点就是当市场行情波动很大或者交易深度不足时，最终成交金额可能和你看到的价格存在差异。在第二个，这就是这个限价单。限价单呢，可以由你自己设置买入或者卖出的价格。例如现在以太坊是1935，那我是看涨，那么我就选择从1800进入我等到它涨到2000多的时候呢，我再去给它卖出这个限价单你限定好一个价格，它到那里它会自动成交。只有市场价它是达到你的设置价格，订单才会。只有这个限价单不用你去盯盘。那市价单的话，你随时随地都要看。如果说你的设定的价格一直它没有达到，那么这个订单它会一直挂在这个下面这儿呢，我就以限价单来为例，给大家来设置一个，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800我这里拉一下我的数量这里直接点击买入 ETH， 点确定，可以看到我这个订单就委托成功了，在下面就能看到，当它跌入到1800的时候，那我这个订单就会自动买进去。那么你也可以在高的时候呢，直接把它再卖出去。那这个就是一个交易当然这里面还有合约交易上面有合约交易这儿，还有杠杆交易前期新手就从合约开始小额尝试。可以看到在这里，在 Bitget 呢，它也是提供闪对功能闪对比较适合不想看订单博、不想自己设置价格的新手。选择我们这里顶上这里一个闪对，点击闪对，选择支付的币种和想得到的币种，输入数量，直接给页面会直接给出兑换报价，确认以后呢，就直接可以完成兑换。不过闪对虽然简单操作报价中可能包含买卖价差，所以呢，交易金额比较大的时候，建议同时看一下现货市场的一个实际价格。闪对这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合约交易。合约交易其实它和现货交易它的区别差不多，它两个是交易的方式是差不多。这里我只介绍功能和基本概念，不建议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来立刻使用真实交易。进入交易之后呢，这里我们选择合约。那现货交易呢，只能先买入，再等价格上涨之后再卖出。那合约交易呢，除了可以做多它还可以做空多呢就代表你判定价格会上涨，空呢就代表了你判定价格会下跌。但是合约最大的区别是它可以使用杠杆这里上面有个倍数可以看到，这个杠杆你可以是100倍这里你都可以调整仓位这里选择建议大家选择足仓，点确认。Bitget 最常见的合约呢，这里它就会有一个 USDT 本位USDC 本位以及 B 本位合约。新手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USDT 最顶上这里同样还是选择一个交易对比如说你选择 BTC 那么就选 BTC 对 USDT 这里同样新手你可以先买入用低价把它挂在这里低价买入，等到价格涨上去再卖出。那合约交易除了可以做多下面可以看到它还可以做空就代表你判断价格会上涨做空呢是代表你的判断价格会下跌。但是合约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它可以使用杠杆就是这个倍数。假如说你使用10倍杠杆100
DT 的保证金可以控制更大的仓位。那么杠杆会同时放大盈利和亏损啊。如果说你方向判断错误了啊，亏损速度也会明显加快。所以在合约面前呢，首先要看到杠杆倍数。新手朋友建议大家啊，从1倍、2倍时啊，3倍开始啊，不要一上来就直接拉满50倍、100倍哈。然后这个仓位这里大家要看哈，一定要选择一个足仓，不然你选全仓的情况下，如果说当你的账户发生爆单，那么你全仓就全部都会被爆掉哈，一分不留。所以这儿呢，我们要选足仓哈，选足仓。那么接下来就是这里哈，一个订单类型，你可以选择哈限价单、市价单，它和现货交易都是一样的。输入下单的数量，选择开多开空啊，最好是在同时呢，也可以把止盈止损给它设好啊。止盈是价格达到目标以后就自动平仓哈，止损是价格万一往另外一个方向拉的话，你也可以帮你及时的控制亏损。那么这儿成交以后呢，哈，可以在持仓区域看到开仓价格、标记价格、未实现的盈亏保证金、预估强平价格以及止盈止损等啊。这里呢都是提醒大家不要只盯着未实现的盈利，一定要关注强平价格和账户风险。那这里除了哈 Bitget 呢，它除了这个哈，那 Bitget 它也提供一个合约模拟交易哈，大家可以先去模拟一下，先不要走上来就真实交易。这里第10个部分就是一个跟单交易。这个呢就是一个跟单交易哈，点击一下这个跟单交易呢，也是 Bitget 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跟单功能哈。进入跟单页面之后，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交易员以及他们的收益率、最大回馈、跟单人数啊、历史交易和资金管理资金等数据。那么你可以去选择一名交易员哈，直接去跟着去操作。那么跟单并不等于赚钱稳赚哈交易员过去收益很高，不代表未来还会保持同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有的交易员呢，可能使用很高的杠杆，短期收益看起来非常紧张，但是回撤和爆仓风险也会加大。选择交易员时呢，不要只看收益率。那么这里呢，第11个部分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交易机器人我们点交易这里有个顶上，这里交易机器人。那这个交易机器人，它可以在交易或者工具页面里还可以找到交易机器人常见的机器人包括现货网格、合约网格等等，以及信号机器人。以现货网格为例你可以设置一个价格区间，再把这个区间分成很多小网格。那么机器人会按照规则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呢，某个网格是买入；在价格上涨时呢，某一个网格呢，它就直接卖出。那除了跟单呢，大家看到其实我们点击这个回到首页，点击可以看到在中间这里有一个理财 ，Get 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理财和还有很多EAM 功能比如说比较容易的理解的就是一个进来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简单赚币简单赚币这里面它分活期和定期活期产品通常可以灵活的赎回，收益会按照产品规则发放定期产品呢这儿呢可能需要锁定一段时间，通常会提供不同的一个收益率，但是资金灵活性会更低。那么页面上显示通常它的年化收益率不代表你存一天就能获得这么多收益另外呢，它的理财收益率呢，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它的活动利率、普通利率、参与额度和赎回规则都可能调整这里在去选的时候呢，你就好好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除了简单赚币它还有个现金宝，还有个质押借币还有双币投资，还有链上赚币还定制囤币卖币。那么这些产品的结构和风险更加复杂新手不要只看收益率，首先弄清楚资金会不会锁定，最终拿回的是什么币，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产生损失。好，最后呢再给大家讲到这个理财讲完之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提币也就是这上面的一个体现在这个资产页面中间这里一个提现，那么点击这里提现可以看到你可以选择链上提现，也可以内部转账，也可以卖币。如果是提到其他交易所或者钱包，你可以直接选择链上提币粘贴对方的一个充值地址，然后选择网络这里和充值一样，币种、地址、网络必须匹配两边的网络保持一致输入这里提币数量以后页面会显示网络手续费和预计到账数额，确认没有问题再提币申请。那么系统可能会要求完成邮箱验证码、手机验证码、谷歌验证码等安全第一次呢，向一个新地址提币，建议先提取一小部分小额成功到账再继续操作。
这儿注意一点哈，如果区块链转账通常是不可撤销的哈，地址填写错误以后很难像银行转账一样可以申请退款，所以大家这里一定要搞对哈。如果说你是给另外一个 BGET 的用户，也可以查看平台是否提供内部转账。内部转账可能支持通过 UID、邮箱或者手机号码完成，但仍然会要求认真核对收款人的信息。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是 BGET 手机 APP 的一些主要内容哈。希望对我们的新手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哈。在这儿，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 BGET 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有注册链接和注册邀请码，大家可以通过我的链接来去进行注册。一些好用的工具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喜欢我呢，记得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